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哎呀，今天呢，我来是提训你，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个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去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谢谢。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公诉人。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我不是要叫你萧慕恩，还是要叫你周思月？叫什么都可以。好，萧慕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小穆恩，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怎么说？职业特性。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看什么？我看到那儿有一本图画书。哦，肖总，肖总，你干什么？你该不会认为那天我抱你，小穆恩，韩轩，你让他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不然你什么都发现不了。你放弃了什么？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运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我没有错，
所以，我拥有了花不完的钱，甚至我马上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可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报复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对了，他自己都不会系鞋带。系好了。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好了，谢谢姐姐。哥哥，哪有人啊？走吧。哥哥明明在那里呢。对啊。自从孤儿院见过你之后，我突然羡慕起在阳光下的生活，向往着能够在阳光下与你并肩而行。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求生欲吧。我和他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汇泉，引入资金，再搅乱汇泉，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她，而她呢，居然心甘情愿的要为我顶罪。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紧走，离开这里。往哪儿走啊？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找人来顶？找谁啊？赵继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你扛得了吗？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信，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那是我第一次抱你，也是最后一次。肖慕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只希望你不要骗我。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肖慕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你会喜欢我吗？你不会认为肖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肖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的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肖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 A， 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上肖慕恩吗？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肖慕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肖慕恩。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之不幸啊！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
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好，你问吧，从哪开始？从张婉如开始。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瓜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要去坐牢啊！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李全是 A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32道。凯瑞莱斯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潘恩的咖啡馆。喝的什么咖啡呢？ A 国纯奶咖啡。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C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 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她受到了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 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肖慕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
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成为了肖莫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壳。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星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方案。于是，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慧泉合并了，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慧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以慧泉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着一切，而钱天星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拨而资金紧缺的慧泉，所以你就轻轻松松的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慧泉的控制权，对吧？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慧泉的，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现在慧泉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关键时刻，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去除脸上的胎记的？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她死后，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肖莫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莫恩活着吗？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网络犯罪的王者。肖莫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你却跟钱天星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婉如一样。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星安排了这么一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为什么要杀人？难道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逼利诱、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2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地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肖木恩，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以警后人。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赋予算法。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肖木恩，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10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他们的生活能有起色吗？我告诉你，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肖木恩，那朱鑫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他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真是个疯子。不说了，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肖木恩，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录，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
他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穆恩，我们法庭上见。再见。各位同志啊，这6个月呢，李家同志已经带着你们在各个这个职能部门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察业务骨干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做了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2个月里，你一共调阅了234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吗？将近50个。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这开庭前吧，我这心里总七上八下的，生怕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开庭了，我反而平静了，感觉就像水到渠成一样。你能有这种觉悟，说明你离真正的检察官不远了。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先把今天这场恶仗打完再说。他们来了。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请全体坐下。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到庭。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开设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属共同犯罪。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
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认可。认可。认可。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是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那今天的这个庭审，对抗会很激烈。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帕里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 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出庭指控犯罪，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我相信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被告人周思月，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他是 A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A 国，加入的我们。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得很快，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
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委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管？不是的，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待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被告人李全，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好的。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1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不是。那张婉如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他带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待被告人李全退庭，传被告人张强。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好的。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